你听到垃圾食品这3个字时，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浮现泡面、汉堡、可乐这些熟悉的身影？毕竟它们总是那么诱人，美味的让人爱不释手，但也总被营养专家点名批评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素食，并没有出现在世界公认的健康杀手榜单上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将带你深挖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可怕的垃圾食品，看看它们到底有多凶残，甚至被形容为对血管的伤害比抽烟喝酒还高出100倍。听起来不可思议吗？别急，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。如果你以为垃圾食品无非就是泡面这类素食，那么接下来的几分钟请特别专注，因为真相可能让你大吃一惊。有一些我们几乎天天在吃的美味食物，对健康的破坏力远超你的想象，不仅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慢性自杀，甚至让三高、糖尿病、失智症等疾病找上门。吃得越多，死得越快，这可不是耸人听闻，再喜欢也要适可而止，否则代价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在揭晓这份黑名单之前，如果您关心自己的健康，请先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，小铃铛点下去，才能随时接收最新的健康资讯。如果您正在观看这段影片并深有同感，请在留言区打下1。若您身边有人也爱吃这些垃圾食物，或因此碰上健康问题，欢迎在留言中分享他们的故事，我会尽力一一回复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现在让我们深呼吸，准备好迎接这5大垃圾食品的震撼揭露。第1名绝对会让你意想不到。我们的评选标准很简单，凡是高油、高盐、高糖或添加了大量人工添加物，并被营养学界广泛认定对健康有重大危害的食物，都在这份榜单之列。它们对身体的伤害绝不亚于抽烟、酗酒这些坏习惯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导数。没错，要揭晓的第一个垃圾食品，就是许多人大呼意外的辣条，也就是面筋加工品。这种香辣可口的小零食，曾是无数人学生时代放学路上的快乐源泉。撕开包装的那一瞬间，扑鼻而来的麻辣香气，仿佛带着某种魔力，让人口水直流。一条接一条停不下来的背后，是味蕾的极致享受。然而，辣条带给舌尖刺激的同时，也在为我们的健康埋下噩梦般的隐患。你或许不知道，这根不起眼的辣条到底用了多少黑科技配料。为了塑造迷人的口感和色泽，过量的食品添加剂、人工色素、甜味剂被大量用在辣条的制作中。一条辣条往往又咸又辣又鲜，甚至带点甜味。这背后其实是盐和味精超标，糖精与辣椒精齐飞，再加上鲜艳的红色素来讨好眼睛。长期吃下这些化学调味品调制的零食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专家警告，经常摄取辣条可能损害神经系统，使人反应变慢、头晕乏力。同时，辣条中的强烈刺激性成分还可能伤害消化道黏膜，引发急性肠胃炎。很多家长或老师可能都有印象，小孩子吃太多辣条，常常闹肚子、胃痛送医，问题就出在这些添加物上。别被辣条迷人的滋味给欺骗了，它看似平平无奇，实际上完全不含对身体有益的营养，只有过量的油脂和添加剂在摧残你的健康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些黑心作坊为了降低成本，辣条制作的卫生环境极差，甚至传出曾检验出防腐剂超标、细菌超标等问题。想象一下，一条小小辣条可能含有你一天盐分的好几成，还伴随各种难以念出的化学名称。当你沉浸在辣爽快感中的时候，你的胃和肠道其实正饱受煎熬，你的肝脏忙着代谢那些不速之客，你的血管也在经历一场又一场炎症风暴。所以，即使辣条勾起再多童年回忆，再多味觉快感，也请你三思而后吃。特别是青少年朋友，更要管住嘴巴，不要把零食当正餐，更不要让辣条成为日常。舌尖一时爽，健康两行泪，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。下一次当你再看到便利商店里五颜六色的辣条包装时，想一想它背后隐藏的毒药名单，理智一点，为了你的肠胃和大脑着想，还是赶快放下它吧。
从小到大，罐头食品承载了不少人的童年记忆。无论是甜滋滋的糖水、桃罐头、凤梨罐头，还是逢年过节餐桌上那瓶熟悉的什锦罐头，都曾是舌尖上的美好。然而，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，罐头早已被营养学家列为垃圾食品的一员。也许你会问，保存食物的罐头为何这么不受欢迎？答案就在于营养和添加物的此消彼长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罐头的制作过程。食品在装进罐子前，通常需要经过高温高压杀菌。这虽然延长了保存期限，却也把食物中宝贵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通通杀得所剩无几。结果就是，打开罐头，我们吃进嘴里的虽然还是桃子、凤梨或猪肉，但其中的营养密度已大打折扣。更糟糕的是，为了弥补风味和口感的损失，厂商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、盐和防腐剂。糖水水果罐头就是最典型的例子，一罐黄桃罐头里可能加了好几十白糖，使水果甜得发腻。你得到的除了多余的热量，还有血糖飙升的风险。至于肉类或腌菜罐头，盐更是多到吓人，毕竟高盐分才能防腐。在这种强力腌制之下，罐头食品才能维持漫长的保质期，但我们的健康却为此付出了代价。经常吃罐头，健康警钟可是不断响起的。过量的糖分会让你的体重飙升，增加肥胖风险，而高盐饮食则会导致血压上升，引发心血管问题。不仅如此，研究指出，长期吃这类高添加、高热量的罐头食品，还可能影响我们的胰脏功能，增加胰腺炎的风险。特别是有些人喜欢把罐头当作日常水果或菜肴的替代品，觉得方便又下饭，但这其实是在慢性伤害自己的身体。新鲜蔬果和食材才是身体最好的朋友，它们富含纤维、维生素，且没有多余添加物，是任何罐头制品都无法比拟的。或许有人会说，偶尔吃一次罐头，真的有那么严重吗？坦白说，一两次当然不会让你立刻倒下，但问题在于日积月累，垃圾食品的危害往往是潜移默化的，一点一滴的侵蚀健康。当你习惯了用罐头凑合每一餐，习惯了用甜滋滋的罐头水果代替新鲜水果，你就已经踏上了高血糖和高血脂的不归路。更不要提有些老一辈的人喜欢吃罐头鱼、午餐肉、罐头下饭，长年累月下来，罐头中的油脂和盐分在血管里堆积如山，动脉硬化、胰脏发炎随时可能找上门。所以千万记住，罐头尽管方便美味，但终究只是权宜之计，不能成为餐桌常客。想要健康长寿，新鲜食物才是真正物美价廉的选择。来到第3名，我们要揭晓的是许多火锅爱好者的心头好——火锅丸子。天冷时约上3、5好友围炉吃火锅，乒乓路过的各式丸子总是少不了的配角：什锦丸、鱼丸、包心丸、贡丸，咬开时满嘴鲜香弹牙，让人忍不住一颗接一颗的丢进嘴里。但是你可能不知道，你最爱的这颗丸子很可能并不是真正的肉，它们的主要成分往往是廉价的淀粉加食品添加剂大拼盘，只有零星的一点肉充数。可以说，火锅丸子只是仿生食品，用各种工业手法来模仿肉的口感而已。根据中国冷冻食品行业的标准规定，只要肉含量达到 10% 以上，就能叫做肉丸。听清楚，是 10%。也就是说，市面上许多廉价火锅丸子只需加入1成的碎肉，剩下9成都可以用木薯淀粉、卡拉椒、增稠剂的一种和各种香精调味料来打造口味。难怪有些丸子吃起来 Q 弹有劲，那是添加了改良剂和胶质的效果。咬一口满嘴肉味，多半也是鲜味剂和香料在起舞。我们吃下去的不只是丸子，还有一长串的添加剂清单。防腐剂让它保存更久，增艳剂让肉丸颜色好看，甚至有不肖业者会添加过量的亚硝酸盐来增色防腐。试想，这样一颗小丸子背后藏了多少你叫不出名字的化学物质？也许你会说，食品添加剂符合标准用量就没事。确实，国家规定范围内使用添加剂是合法的，但问题在于，很多人低估了长期大量摄入添加剂的危害。火锅丸子往往咸度高，热量也不低，因为淀粉和油脂不少，吃得痛快的同时，
你的身体器官却在默默承受负担。首先，高盐分让你的肾脏和心血管苦不堪言，钠离子过多会导致血压上升，加重肾脏滤血负荷。再来，大量添加剂需要经由肝脏解毒代谢，时间一长，肝肾功能都可能受到影响。有些人吃完火锅后特别口干舌燥，甚至隔天水肿，那就是高钠丸子在作祟。而且高热量、高碳水的丸子吃多了，很容易造成热量过剩，加速发胖的进程。一边涮火锅，一边无形中摄取了这么多对身体不利的成分，难怪有营养师形容火锅丸子是在假装成肉的热量炸弹。那么难道以后就完全不碰火锅丸子了吗？其实也不必如此极端，关键是聪明选择，下次吃火锅时不妨多夹些新鲜蔬菜、菇类或是真材实料的优质肉片，替代一部分加工丸子。真的想吃丸子，也尽量选择可信赖品牌标示肉含量高的产品，或者干脆自己在家用绞肉揉丸子，起码吃得安心。别忘了，火锅的乐趣在于共享温暖和美味，新鲜食材本身就足够美味，不需要过度依赖那些充满添加剂的假肉丸子。适当取舍之后，你依然能吃得满足，又不用担心那些潜藏的健康风险。记住，当美味与健康冲突时，稍稍克制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。紧接着亚军宝座，我们要聊的是时下年轻人最难以抗拒的手摇饮奶茶。无论是在台湾街头还是各地城市，奶茶店的林立就证明了它的魅力无远弗届。一杯香甜顺口的珍珠奶茶下肚，仿佛所有烦恼都溶解在那丝滑的奶香和 Q 弹的珍珠之中。不过朋友们，千万别被这短暂的幸福给冲昏头。在营养专家眼中，奶茶几乎就是液体蛋糕，糖分、脂肪的含量惊人，堪称高糖饮料的代名词，是名副其实的热量炸弹。让我们来算一笔账，一杯中杯大小的原味珍珠奶茶，糖浆加珍珠加奶精，加起来的含糖量动辄20-30克以上，远远超过人体一餐适宜的糖摄取量。很多人喜欢奶茶那香浓的口感，但你知道吗？许多廉价奶茶里其实没有多少真正的牛奶，它的香浓来自所谓的奶精，学名叫植脂末，主要成分其实是氢化植物油和奶粉香料。氢化植物油代表什么？代表可能含有反式脂肪。虽然近年来台湾已经禁止添加高含量反式脂肪的原料，但少量的反式脂肪还是可能存在。而反式脂肪有多可怕？相信不用我多说，它会提高坏胆固醇，降低好胆固醇，让你的血管加速硬化，心血管疾病风险直线上升。更何况，就算不谈反式脂肪，奶精里大量的饱和脂肪和棕榈油也会让热量爆表。一杯看似平凡的奶茶，热量可能接近一碗卤肉饭，但你却往往一口气喝下去还意犹未尽。这对减重和维持健康简直是致命伤。除了糖和不健康脂肪，奶茶还藏着咖啡因和磷酸添加物等成分。咖啡因喝多了让人心悸，睡不好，对孩子和孕妇尤其不友好。而植脂末中常用的磷酸盐，摄取过量会干扰钙质吸收，导致骨质疏松的风险提高。所以长期狂饮奶茶不仅让你变胖，还可能悄悄偷走你的骨质和睡眠品质。更有甚者，有些网红奶茶为了口感还额外加上厚厚的奶盖、芝士霜或者各种配料，热量和脂肪再翻几倍。长此以往，高糖分会让你朝着糖尿病大步迈进，高脂肪则把你推向脂肪肝、高血脂的不归路。难怪有医生感叹，对年轻人的血管伤害而言，一杯接一杯的奶茶绝不输每天一包烟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奶茶这辈子都不能碰，人生偶尔享受一下甜蜜是无可厚非的。但如果你已经养成天天一杯手摇的习惯，那就要当心了。想要解馋又减少伤害，有几个小技巧可以参考。第一，选择无糖或微糖，尽量适应茶本身的香气，少一分糖就少一分危害。第二，可以请店家减少奶精用量或选择鲜奶茶，至少摄取较自然的乳汁而非氢化油。第三，小杯取代大杯，无糖茶饮取代奶茶，例如改喝无糖绿茶，乌龙茶加点鲜奶点缀，也比一大杯全糖奶茶健康得多。
总之，戒掉对奶茶的过度依赖，别再让它每天灌满你的血管。要知道，当甜蜜褪去，留下的可能是日渐厚重的腰围和病痛缠身的未来。今天开始就和你的身体约定好，少喝一点奶茶，多爱自己一分。终于来到榜单的第一名，也就是垃圾食品之王。这个冠军可能让很多人跌破眼镜，因为它看起来平平无奇，甚至常年霸占我们的餐桌，成为早餐午餐的配角。但正因为它的隐蔽和平凡，危害性才更加惊人。没错，拿下头号健康杀手称号的就是火腿、香肠等各类腌制加工肉品。香肠火腿的香味总让人垂涎三尺，不管是烤香肠的诱人滋滋油香，还是三明治里薄薄一片粉红的火腿，那股烟熏咸香味很难让人说不。然而，你可曾想过，为了换取这一口满足，我们付出了多少健康代价？加工肉类在制造过程中，通常都逃不开一个关键添加物——亚硝酸盐。无论是火腿、热狗、培根，还是台湾人爱吃的香肠、腊肉，几乎都靠亚硝酸盐，例如亚硝酸钠来防腐和定色。亚硝酸盐能让肉品保持粉嫩的色泽，看起来食欲大增，又能抑制肉毒杆菌等细菌生长，确保保质期。但亚硝酸盐对人体的影响也是猛如虎。虽然每样产品中添加的量都在法规允许范围，短时间适量吃不会马上中毒，可是一旦长期大量摄入，问题就来了。首先，亚硝酸盐进入我们的胃肠道后，可能转化为亚硝胺这种强烈的致癌物质。研究早已证实，亚硝胺与胃癌、食道癌、大肠癌等癌症密切相关。世界卫生组织更在2015年把培根、火腿这类加工肉品列为1级致癌物，也就是最确定会致癌的那一类，等级和烟草、酒精并列。换句话说，天天吃培根其实和天天吸烟一样，在增加你的癌症风险。这是不是很颠覆你的想象？很多人觉得吸烟喝酒才可怕，却没留意到餐桌上这根小香肠也许更危险。除了长期的致癌风险，短期摄入过多亚硝酸盐也会有急性危害。亚硝酸盐被称为血管的毒蚊，因为它会让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失去携带氧气的能力，严重时造成缺氧中毒。曾经有新闻报道，小朋友一次吃了过量的香肠腊肉，结果出现中毒症状，被送医急救，就是亚硝酸盐惹的祸。当然，一般人不至于一次吃那么多，但如果每天都吃点加工肉，亚硝酸盐就在体内日积月累，对神经系统也可能造成损伤。有些人常常头昏疲倦，专注力变差，背后凶手很可能正是长期高亚硝酸盐饮食。再加上这类食品往往盐和脂肪含量爆表，吃多了难免导致高血压、血脂异常、心血管负担沉重。所以面对香肠火腿美味的诱惑，我们真的要三思而后行。听到这里，也许你会满腹疑问，难道以后一口培根都不能吃？其实也不至于完全禁止，而是要严格控制频率和分量。营养师建议，红肉和加工肉制品一周摄取最好极少次数，能不吃就不吃。如果真的嘴馋想解解馋，可以选择瘦肉片自己烹调。毕竟新鲜肉类虽也有胆固醇，但少了加工时的大量盐和亚硝酸盐，相对健康许多。另外，每次吃加工肉时，可以同时摄取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，例如配点奇异果、橙子或是青椒。维生素 C 有助于抑制亚硝胺的生成，多少能降低一些风险，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减少这类食物进入日常菜单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千万别让它无辜承受毒蚊的摧残。以上就是世界公认最危险的5种垃圾食品，全都榜上有名。总结来说，辣条让你上瘾却伤肠胃，罐头图方便却藏糖盐，火锅丸子假美味增负担，奶茶甜滋滋惹来一身病，加工肉品更是隐形杀手。一不留神，这些美味就会变成健康的绊脚石。也许有人会觉得适量吃应该没关系吧，但我要提醒你，垃圾食品的连环杀伤能力绝不能小觑。长期高盐、高糖、高脂的饮食习惯会把我们推向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糖尿病甚至癌症的深渊。一开始可能只是体重上升、血脂略高，但日子久了，急性胰脏炎、
中风、心肌梗塞等严重后果都有可能发生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无数家庭亲身经历的教训。守护健康其实就从管住嘴开始。垃圾食品固然让人口水直流，但真正爱自己就要学会理性拒绝，减少高盐、高糖、高脂肪食物的摄入，增加新鲜蔬菜水果和优质蛋白质，才是给身体最好的礼物。记住，再喜欢奶茶、辣条也比不上活得健康自在更重要。当你放下手中的垃圾食物，拾起清爽天然的饮食习惯，你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。从今天开始，就和我一起远离垃圾食品吧，把这份重要的健康知识分享给你身边所有关心的人。我们一起用科学饮食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。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吃出营养，吃出活力，拥有强健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，迎向精彩的人生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别忘了按赞并分享，让更多人受惠。我是你的健康守护者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